朝鲜半岛局势再度紧张。近期，朝鲜成功试射新型洲际导弹火星17，美韩官方称朝鲜可能在下周恢复核武器试验。而韩国后任总统尹锡悦一向对朝态度强硬，他还未上任就已经先派人到美国，请求美国派战略轰炸机、核潜艇等部署到韩国。中国政府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刘晓明本周访问美国华盛顿，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加剧紧张的行动。有观察认为，美国正在忙于协调俄乌冲突之际，朝鲜半岛若再次有事，势必让美国陷于东西两线受压的困境，中国也将再次扮演协调的角色。外交部网站周六消息称，周一至周四，中国政府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刘晓明访问美国华盛顿，分别会见美国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舍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兼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对朝政策特别代表金盛，就朝鲜半岛形势交换了意见。刘晓明阐述了中方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指出半岛形势当务之急是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加剧紧张的行动。联合国安理会应为政治解决半岛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应有助于缓和局势，推动对话，而不是火上浇油。美方表示，美中在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实现半岛无核化方面拥有共同利益。美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合作，共同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美方一个中国政策没有变化。近段时间以来，中美多次就半岛问题进行沟通协调。今年2月22日以及去年10月9日、7月6日，刘晓明就曾3次同美国国务院对朝政策特别代表金盛通电话。美国新闻周刊此前就报道称，中美朝鲜事务特使的接触是美方寻求中国的帮助来处理朝鲜核问题。报道还称，近年来随着中美竞争加剧，双方都认为朝核问题是中美可以合作的领域之一。朝核问题是这个地区相关各国之间的共同问题，这个解决也必须通过各方合作来解决，不是任何一方能够单独解决得了的。那么中方一直在朝核问题解决过程之中发挥着重要的劝和促谈以及增加信任这样一个重要作用。那么未来呢，中方在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之中，还会进一步的这个积极发挥像现在这种这个主动斡旋这个增信事宜的这样这个作用。美方随后宣布对朝新一轮制裁，包括1名个人和1家实体，还扬言要在联合国安理会层面发起严厉制裁。韩国军方当天下午也发射了玄武2号和美国陆军战术导弹系统等短程弹道导弹作为回应。韩国防长徐旭4月1日甚至声称要对朝先发制人打击，这样的表态是近年来罕见的。对于韩国防长先发制人打击言论，朝方2次予以严厉警告。尹锡悦访问汉弗莱斯军营的同时，其外交政策和安全助手也正在访美。尹锡悦派遣的韩美政策协商代表团团长朴振周四在与美国副国务卿舍曼会谈后，对外披露已要求美国重新在韩部署战略资产。尹锡悦团队还主张要增加部署曾重创中韩关系的萨德反导系统。尹锡悦竞选时确实频频号称要邀请美国在韩重新部署战略武器，包括战略轰炸机、航母和核潜艇，但当时外界分析，这可能只是尹锡悦的竞选语言。有分析认为，面对韩国这份邀请，美国的态度恐怕是避之不及。近年来，无论是美国战略核潜艇还是战略轰炸机前往韩国参与对朝威慑都不算是新鲜事。近年来，美军不顾韩国方面的反对，要求将驻韩美军后撤到2线地区，并逐步减少其总兵力，企图一旦爆发朝韩冲突，在朝军毁灭性的第1轮炮火打击下，减少驻韩美军的伤亡。朝韩的这种对立紧张关系确实在近期有所加剧，不断的在升温，特别是在未来1个月之后，这个尹锡悦正式就职之后，可能朝韩的这种紧张还会进一步的加剧。但是发生直接冲突或者直接对撞的可能性并不大。那么一方面呢，因为朝鲜主要他面对的这个背后的主要目标还是针对美国，但另外一方面呢，这个韩国
最近因为国内的这个事情也比较多啊，这个经济不景气的问题，包括国内团结的问题，都需要去处理。新加坡联合早报认为，尹锡悦当选将改写东亚目前的国际政治格局。拜登成为第一个致电的外国元首，还力邀尹锡悦尽快访问美国。美国拉拢韩国填补亚太战略空缺的意图溢于言表。韩国出现一位亲美反朝的总统，并不符合朝鲜的国家利益。朝鲜失去对美政策的绝力杠杆文在寅之后，接下来势必会再次升高朝韩的紧张关系。而在美国忙于协调俄乌冲突之际，朝鲜半岛若再次有事，势必让美国陷于东西两线作战的困境。中国或将再次扮演协调的角色。文章分析认为，韩朝火车对撞，美国焦头烂额，日本急于正常化，这应该是尹锡悦上台后东北亚局势的最佳写照。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中国政府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刘晓明访问华盛顿，就半岛局势与美国高官交换意见。您是如何来看待这一互动呢？在俄乌军事冲突吸引了全球眼球以后，朝鲜半岛局势变化似乎没有进入公众的视野。但是在国际战略层面半岛局势一直被关注、被研判。今年半岛局势有3个显著的变化：一是朝鲜试射导弹，各种信号都有，让美国和日韩感到不安；二是韩国大选以后，新当选的总统尹锡悦的外交政策与前任不同，宣称要重建韩美同盟关系，相互承诺用鲜血守护彼此的安全；三是俄乌军事冲突以后，朝鲜可能会坚定的云和决心，从而美国也就加大了制裁力度，这种对抗加剧了东北亚的变局。俄乌军事冲突告一段落以后，那么朝鲜半岛问题很可能凸显出来，成为新的热点。因此现在中美开始互动讨论如何的降低半岛局势的紧张。刘晓明访问华盛顿是美方主动请求的，因为朝鲜半岛问题离不开中国的。那么从中美双方的意见看还是有很大的分歧。中国主张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反对制裁，政治解决。而美国则希望中国要参与到制裁中，遏制朝鲜。但中美能够进行外交沟通还是一个不错的迹象。我也观察到刘晓明特别讲了台湾问题，强调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美方应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这似乎就暗示中美在台湾问题上能够合作，那么美国同时能够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那么中美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合作的空间可能就要大一些。那么中美如何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合作呢？有合作的基础吗？中美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有合作的基础，也是可以合作的。但关键是美国得求真务实，不能再霸道成性，同时也要关照中国的核心利益。有了合作的氛围，才可以在具体的问题上共同的推动。那么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我认为迄今为止，中国提出的双轨并行策略是最为明智的，也是最有可能成功的。也就是推进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半岛和平机制2条轨道并行推进。当然还有双暂停，朝鲜暂停核岛活动，美韩要暂停大规模的军演，来推动双方回到谈判桌上。由于奥巴马和特朗普的对朝政策都没有按照这个思路走，所以朝鲜半岛问题始终没能进步，甚至有倒退。2任总统的对朝政策都以失败告终。现在的拜登政府提出新的策略，介于特朗普的以所有换所有和奥巴马的以全无对全无之间，希望在维持实现半岛完全无核化目标的同时以部分无核化和部分解除制裁为交换条件的阶段性方案。那么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里有逐步的无核化节奏，但是缺了和平机制的同步建立。要让朝鲜半岛实现无核化，得保障朝鲜的安全。而美国对待其他国家是从来不顾及安全要求的，包括对俄罗斯这样的大国，美国都不顾及安全诉求，那么对朝鲜就更不在意了。这就是美朝的分歧和不信任所在。拜登政府的对朝政策还是没有摆脱外交加遏制的思路，所以说要是美国能够在如何建立半岛和平机制上
有更实际的考虑，那么中美呢就能够在半岛问题上有更多的共识，朝鲜呢也容易接受。可以说呀，目前看呢，这个重启无核化谈判还是比较难。首先是美国呢要恢复对朝鲜的外交接触，其次是美国呢要进一步调整策略，把半岛和平机制建立提到议事日程。只有这样呢，中美俄这个中美朝韩才能够谈起来。对了，这俄罗斯呢也是朝鲜半岛问题的重要参与者，没有俄罗斯的推动，那么要实现半岛无核化呢也是很困难的。好的，也谢谢陈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俄乌战火持续之际，英国首相约翰逊突然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与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约翰逊表示与乌克兰团结一致，并宣布对乌军提供更多高级武器，包括导弹及装甲车，同时加强制裁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则警告，西方向乌克兰运输的任何武器和军事装备都是俄军正当的军事目标。对于不断加码的对俄制裁，有法国媒体撰文提醒，西方要自问一下，制裁俄罗斯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如果为了制裁而制裁，就会适得其反。俄罗斯联邦国防指挥中心主任米哈伊尔·米金采夫周六表示，来自13个国家的6000多名外国人在乌克兰被扣为人质，18个国家的77艘船只被封锁在港口。而俄罗斯总统人权事务全权代表莫斯卡利科娃表示，在乌克兰境内被扣押的32名俄罗斯司机当天返回俄罗斯。作为回应，20名被扣押的乌克兰司机被释放返回乌克兰。乌克兰副总理维列修克说，乌俄双方当天第3次交换被俘人员，包括1名女性军官在内的12名乌克兰军人回国。此外，包括9名女性在内的14名乌克兰平民也被释放。同样是当地时间周六，一则来自基辅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英国首相约翰逊秘密抵达基辅，在全副武装军方人员的戒备下，泽连斯基和约翰逊出现在基辅街头。You are strong. I think so. Fantastic. Well, you're absolute heroes. 约翰逊也在社交平台照片墙上公布了2人在基辅街头的视频，有基辅市民向2人赠送酒杯。随后，约翰逊与泽连斯基举行了单独会谈。约翰逊表示，英国会向乌克兰提供1亿镑的高级军事装备，并声称会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以及逐步放弃使用俄罗斯的能源进口。在当天召开的联合记者会上，泽连斯基甚至感谢约翰逊到访，他呼吁各国加大对俄制裁，还要求其他国家效仿英国，加强对乌克兰的武器供应，并对俄罗斯实施全面能源禁运。约翰逊则表示，普京在乌克兰犯下的是战争罪行。And I think in what Putin has done in places like Bucha and in Irpin, his war crimes have permanently polluted his reputation and the reputation of his government. 深圳卫视记者注意到，约翰逊此次访问基辅事先并未透风，突然到访让全球媒体措手不及。各大媒体在播新闻间隙用突发新闻插播了此次访问。周日，乌克兰媒体曝光一则视频，约翰逊在视频中讲述了自己是如何秘密抵达基辅与泽连斯基举行会晤的。Hi, it's Boris Johnson here, Prime Minister of the United Kingdom. I'm travelling on a fantastic Ukrainian railways train through to Kiev from Poland. 俄驻美大使安东诺夫周六警告，西方继续向乌克兰供应武器，会使俄罗斯和美国走上直接冲突的道路。他表示，任何由运输车队经乌克兰运送的西方武器和军事装备，都是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合法目标。那英国我们也知道跟美国是比较连接在一起的，所以强生的行动其实某种意义上代表美国对这个乌克兰的一个力挺的一个行动。随着战事变化，乌克兰方面对谈判的态度也不断调整。周六，泽连斯基在接受德国《图片报》采访时表示，乌克兰除了与俄罗斯进行谈判外，没有别的出路。他表示愿意在任何时候就任何话题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会谈。但就在几天前，泽连斯基还在全乌克兰电视直播中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面很可能不会进行。俄乌冲突它可能就持续数个月，甚至要数年之久。如果不想打那么久的话，那么恢复一些秩序的话，稍微放软一点，然后愿意跟普京面对面的沟通。我想这是一个什么结束战争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方法。如果两个都是强硬的话，那就有硬碰硬了。一方面放软的话，
那也许还有谈判的机会。与此同时，美西方与俄罗斯之间制裁与反制裁之争也在持续。美国商务部周六发布一项扩大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出口限制的规则，高度限制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获取美国原产或一些盟友国家生产的可用于军事和航空航天等领域的两用技术、软件和商品。美商务部称，这些限制措施将降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战略部门的军事能力。此前一天，拜登还正式签署了终止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正常贸易关系的法案，以及一项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的法案。那特别里面还有一个提到了这个化肥，我们知道现在春耕的时期那全球化肥飙涨得不得了，这样的一个制裁的话，那就比较属于广面的。过去来讲，只是属于比较精英阶层的这种所谓金融的体系的东西。现在你包含了这一些，除了俄罗斯的工业本身、军事工业本身，还有包含了这个农业方面，也都可能会受到一些制裁的影响。我想这是一个比较全面性的这种制裁。然而，法国《世界报》网站发表题为“经济制裁往往适得其反”的文章指出，西方要自问一下，对俄经济制裁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如果达不到目的，就会适得其反。文章提到，首先，实施经济制裁和不断威胁采取新措施会随着时间推移失去其有效性；其次，被制裁方的生产体系最终会适应过来。俄罗斯的经济经历过最初的衰退之后，有可能重新组织生产机制，即便增长率低甚至负增长，俄罗斯经济也挺得住。经济学家凯恩斯曾建议对受害国提供物资和资金援助，尤其是要帮助他们重建。他认为这对世界稳定来说，比惩罚攻击者更有裨益。俄乌冲突持续，北约却不断给乌克兰递刀子，甚至开始提供重量级、攻击性强的武器。对乌克兰进行旋风访问的英国首相约翰逊宣布，将再为乌克兰提供价值1亿英镑的武器，其中就包括传言击落俄军苏35战斗机的星空导弹。北约一方面继续在俄乌危机中拱火，另一方面又迫不及待插手亚太。日前举行的北约外长会首邀日韩等国外长参与。综合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国防部发布的战报，经过40多天的交战，乌克兰 S-300PS 防空导弹系统多数被摧毁，多辆发射车和雷达照射车被俄军炸毁。乌克兰方面急需远程防空系统，对俄军轰炸行动进行有效管制和空域封锁。3月上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要求西方国家提供 S-300防空导弹以及各种型号的坦克和战斗机援助。近1个月后，斯洛伐克周五宣布向乌克兰提供 S-300防空系统。该国总理黑格尔当天发声明证实此事。路透社指出，斯洛伐克是自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以来，已知的第一个向乌克兰提供远程防空系统的国家，具有指标意义。路透社的报道同时披露，尽管斯洛伐克是北约国家，但它一直在使用苏联设计的 S-300防空系统。这些防空系统是捷克斯洛伐克于1993年解体后由斯洛伐克继承而来的。斯洛伐克当局此前称，如果有足够的防空系统进行替换，他将考虑放弃本国的 S-300防空系统。黑格尔则在此次声明中表示，斯洛伐克将从北约盟国那里得到额外的装备，以弥补向乌克兰提供 S-300防空系统带来的损失。斯洛伐克国防部长纳德随后宣布，斯洛伐克将于下周从美国接收第4套爱国者导弹系统。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捷克官员表示，该国几周来一直在向乌克兰提供一系列装备，包括苏联设计的 T-72坦克、BVP-1步兵战车和榴弹炮。捷克电视台在社交平台上公布了一辆满载5辆坦克和5辆战车的火车的镜头，并表示这批货物是乌克兰与北约盟国商定的礼物。值得注意的是 ，T-72坦克被认为是北约国家向乌军提供的第一批进攻性武器。在本周举行的北约外长会上，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就曾发话称，成员国同意增加对乌军援，正在同时运送苏联时代和更现代的武器给乌克兰。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则告诉记者，北约支持提供新的和更重型的装备给乌克兰。对乌克兰进行旋风访问的英国首相约翰逊，周六在同泽连斯基会谈后的联合发布会上宣布为乌克兰提供价值1亿英镑的武器，其中就包括传言击落俄军苏35战斗机的星空导弹。Today I can announce that the UK will send a further £100 million worth of high-grade military equipment to Ukraine's armed forces, including
more Starstreak anti-aircraft missiles, which fly at 3 times the speed of sound, another 800 anti-tank missiles, and precision munitions capable of lingering in the sky until directed to their target. 星空是由英国泰利斯防空系统公司所研制的一款短距可携式防空导弹系统。该系统以标枪反坦克导弹为基础，是世界上最快的短程防空导弹，最高速度可达4马赫，命中率高达96%，射程范围有300至7000米。分析认为，北约内部在向乌提供军援方面其实存在一定分歧。立陶宛、波兰等国希望北约向乌克兰提供更多重型、攻击性强的武器装备，而以德国为代表的部分国家却较为谨慎，不愿过度卷入冲突。德国联邦国防部长兰布雷希特称，德国从联邦军库中向乌克兰提供的武器数量已达极限，因为德国军队必须首先保证保卫本国和盟国的能力。但他同时表示，相关国防企业可以直接向乌克兰供货。北约的武器源源不断运往乌克兰，令俄乌局势越发诡谲。2周前，泽连斯基还表示，乌克兰不会加入北约，并将坚持中立地位以及无核化地位。还称乌克兰将永久放弃制造和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表达了想要和平解决战争的态度。然而，在北约一波又一波递刀子后，泽连斯基改口称，如果北约愿意，乌克兰已经准备好了，即刻就可以加入北约。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对此痛批，称尽管北约是没有直接参加俄乌冲突，但一直在乌克兰对俄进行代理人战争，向乌克兰不断提供武器的行为，也正在使这场冲突不断延长。这一次外长会前后啊，这个北约国家呢向乌克兰提供的武器装备呢，已经明显越过了这个所谓防御性和进攻性之间的界限。对乌克兰军事援助升级啊，就表明现在一方面呢，北约意识到接下来在乌克兰东部的这个战斗啊会更加激烈，但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想见哈，在北约的这样一种不断升级的支援之下呀，这个俄乌冲突呢，在战场上呢，它持续的时间会更长。北约拱火危机的行为令一些欧洲国家也看不下去。近日，欧洲议会爱尔兰籍议员克莱尔戴利在欧洲议会的一场会议上质问北约在什么情况下发挥了有效作用，或者为哪里带来了和平。戴利一针见血地揭批北约的虚伪行为，呼吁停止军援，用谈判缓和危机。The more arms you pump into Ukraine, the more the war will be prolonged, the more Ukrainians will die. And it might sound radical, colleagues, but the answer to war is not more war, it's peace. And peace isn't delivered by the barrel of a gun, it's delivered by diplomacy, by dialogue. We will sit down with Russia. There will be a negotiated peace, and this organisation should be promoting it earlier rather than delaying it and making sure that more Ukrainians die. Your feigning of sympathy rings hollow. It makes me sick, to be honest with you. 值得警惕的是，俄乌冲突仍在延烧的同时，北约又开始搅局亚太。本周举行的北约外长会首次邀请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这4个亚太国家的外长参加，并用相当多时间谈论中国，无端指责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斯托尔滕贝格还声称，制定该组织新战略构想时要首次考虑针对中国。德国《青年世界报》当天发文批评，此次会议关乎在美国领导下打造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新包围战线，而这无异于全速冲向一个军事死胡同。央视总台发表国际锐评批驳，这充分暴露出北约甘当美国霸权工具的本质，以及僵尸复活、继续作恶的欲望。今后北约啊，为了服从于美国的战略意图，今后它会更加提升了它在全球其他地区，尤其是亚太地区的这种存在或者说影响。所以未来呢，我觉得我们需要警惕的是，某种形式的这个所谓亚太版的北约，正在处于一个雏形或者说孵化的过程中。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卫。吴先生您好。这几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英国首相约翰逊先后闪电造访乌克兰首都基辅，与泽连斯基会晤时，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要加码对俄罗斯的制裁手段。俄乌冲突以来，西方对俄制裁不断升级，您是如何来研判这场制裁与反制裁的博弈？是的，美西。其实这些天围绕美西方制裁俄罗斯，传播力最广的还是拜登总统那句：如果美国延续制裁1年，俄
俄罗斯的经济将会倒退15年。视频下面点赞数最高的网友评论是：俄罗斯吃紧，欧洲买单，美国数钱。这个逻辑大体上是没错的，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核算，我们会发现很多美国人的利益也被搭进去了，尤其是不少华尔街的投资者。一个直观的例子是，美国财政部前不久拒绝给予摩根大通公司处理转账业务的制裁豁免权，这意味着俄罗斯将无法直接偿还即将到期的摩根持有债券。华尔街投资者在俄利益很可能面临打水漂的风险。当然，美国政府还是留了一个口子，他们暗示俄罗斯可以寻求其他手段，比如通过非美国的银行渠道进行支付。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辛辣的现实，那就是对一个国家发起大规模经济制裁造成的损伤很可能是不分敌我的。精明如美国也很难在制裁上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泾渭分明的精准打击。只是俄罗斯的经济体量远远不如中国，这些制裁手段对美国带来的阵痛与反噬，并没有中美经贸战那么清晰可感。可即便是如此，《华尔街日报》还是相对客观地承认，想要将俄罗斯排除在全球经济之外，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做到的，而这个过程将会伴随着剧痛。美西方群殴制裁之下，俄罗斯确实不好过。前几天，为了对冲制裁对消费价格与金融稳定的影响，俄罗斯央行下调了关键利率。俄罗斯总理米舒斯金在杜马做政府工作报告时坦诚，他说美西方正对俄罗斯发动一场真正的经济战。普京则说得更直白一些，他说西方的主要目标是恶化数百万俄罗斯人的生活。面对美西方的制裁，俄罗斯的应对是直接有效的。无论是用卢布结算能源出口，还是央行大量使用卢布购买黄金，都是在尽可能避免卢布在制裁打击下变成一张废纸。事实也证明，在莫斯科的一剂猛药之下，卢布与美元的汇率回到了俄乌冲突打响之前的水平。可讽刺的地方在于，自克里米亚危机的8年以来，尽管莫斯科一直在试图与美元说再见，但当危机真正到来之时，他们一切应对措施的最终逻辑都是在维持卢布与美元之间的锚定关系。这再次提醒我们，美国的金融霸权虽然正在滑坡，但余威犹在。另一方面，随着俄乌冲突持续，北约各国加大了对乌克兰的军备供应。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斥责道：“这是北约在乌克兰进行针对俄罗斯的代理人战争。”您对此又是如何看？在俄乌冲突打响之前，我有过一个判断，那就是普京不动手，北约将会继续东扩；普京动手，北约也将事实上实现东扩。俄乌冲突的发展基本印证了我的这个判断。在俄乌冲突打响的这段时间里乌克兰当局从北约那拿到的武器装备已经超过了此前几年的总数之和。北约也宣布将在欧洲东部常态化驻军，这就是北约东扩这个阳谋之下带来的悖论。来自俄罗斯的军事压力越大，乌克兰的北约化速度越快。普京他试图破解这个悖论，通过施加直接军事压力，促成基辅政权更迭，让乌克兰朝着莫斯科设想的方向上走。然而，战局流变至今，明眼人都能看出，俄军的特别军事行动并没能把泽连斯基吓跑，反而在北约源源不断的武器投喂与西方舆论宣传机器的全力粉饰之下，泽连斯基摇身一变成了他们口中的所谓乌克兰丘吉尔。这可能是丘吉尔被黑得最惨的一次。扎哈罗娃说，北约正在乌克兰进行针对俄罗斯的所谓代理人战争。我认为这个判断是成立的。事实上，战火在乌克兰境内持续燃烧，军事冲突旷日持久，东乌战线呈现出叙利亚化绞肉机的局面，恰好正中北约下怀。乌克兰战场正在沦为一个巨大的泥潭，北约各国实现了武器装备的去库存，还让昔日的苏联兄弟深陷泥潭，捉对厮杀。北约对乌克兰持续不断的武器装备投喂，造成了一幅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恐怖图景。在烈火中备受煎熬的是俄乌两国军民，就连欧盟内部都有人质疑到，北约曾几何时带来过和平呢？实话实说，给冲突一方递刀子根本不叫劝架，这叫火上浇油。就连五角大楼都公开承认，这可能是北约情报体系对一个非北约国家支持力度最高的一次。
来自德国、意大利、法国的北约预警机每天都在波兰东部的上空以8字形航线盘旋。这意味着，就算乌克兰的国土防空体系已经支离破碎，但他们依然有渠道了解到俄罗斯空天军的一举一动。北约的战场监视体系对乌克兰的全力支持，很大程度上加大了俄罗斯展开军事活动的难度。某种意义上看，我认为北约几乎是半介入了乌克兰战局。好的，也谢谢吴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周日，法国总统大选迎来第一轮投票，共有12名候选人。乌克兰危机阴云下的首场欧洲大国选举受到高度关注。最新民调显示，法国现任总统马克龙和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候选人勒庞的支持率目前排名前2位，极有可能进入第2轮投票对决。此外，首轮投票的弃投率可能会高达30%以上，给最终选举结果带来了变数。这也再次引发外界对法国极端右倾化的担忧。今年法国约有4870万注册选民参加投票，由于时差原因，部分海外省和旅美法侨等已提前开始投票。当地时间周六，法国现任总统马克龙携家人到街头与选民见面，他呼吁年轻人把票投给自己。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候选人周五则到法国东部小镇斯蒂林温德尔拉票。这个仅有12300居民的小镇，在2017年选举时有多达52%的人投票支持勒庞。截至周五的民调显示，马克龙在民调中领先，支持率为26%。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玛丽娜·勒庞排在第2位，支持率为25%。排第3的是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党候选人让·吕克·梅朗雄，支持率为17.5%。其余候选人的支持率均未超过10%。值得注意的是，在乌克兰危机之前，马克龙的支持率超过30%，以较大幅度领先勒庞，但之后不断缩窄。报业辛迪加发表评论称，俄乌冲突毁掉了法国大选。法国前总理爱德华·菲利普周四警告说，勒庞今年胜选不是没有可能。On aurait pu penser que la guerre en Ukraine bénéficie au président Macron. Ça a été le cas au début. Et puis ensuite, la question du pouvoir d'achat, rendue plus difficile par la guerre en Ukraine, a rattrapé en quelque sorte le président Macron. 按照法国宪法，如果有候选人在第1轮获得过半数选票，则该候选人当选法国总统。如果第1轮投票无人获得绝对多数，得票前2名的候选人进入第2轮角逐，第2轮得票多者当选总统。按照以往的经验，法国大选通常都会进入第2轮投票流程。本届法国总统大选将于周一凌晨公布计票结果，预计第2轮投票于4月24日举行。在俄乌冲突和新冠疫情2大危机的阴云笼罩下，本届总统大选显得异常冷清，集会规模被压缩到最小，也没有候选人辩论，参选的也都是老面孔。预计首轮投票的弃权率接近30%，或将创造法兰西第5共和国历史最高纪录。Si on suit un peu les courbes des années précédentes, ça sera haute, j'imagine. Malheureusement, le bulletin blanc n'est pas pris en compte dans les votes. Il y a plein de gens qui ne savent pas pour qui voter et qui n'ont pas envie de voter par défaut. Personne ne veut juste signer un chèque en blanc à Emmanuel Macron. Et donc du coup, il y a plein de gens qui ne savent pas pour qui voter, qui ne veulent pas voter utile et qui ne veulent pas voter pour Le Pen ou Macron et donc qui n'iront pas par conscience ou par rêve. 有37%的法国选民表示，由于多位候选人的执政纲领大同小异，因此投票时很可能会临时改变主意。法新社指出，在民众投票积极性不高的情况下，如何争取更多的选民行动起来是关键。分析认为，局势对勒庞最为不利，因为他的基本盘是年轻人和草根阶层，这2个群体放弃投票的比例很高。但勒庞一向擅长进行小规模的选举宣传，而且十分积极。最近他主打乌克兰导致的物价飞涨问题，这对被贴上副人总统的马克龙构成较大压力。值得注意的是，勒庞在2017年竞选期间明确反对欧盟和北约，而这2个机构都在近期的俄乌冲突中频频高调亮相，这也让勒庞受到连带批评。民众呢为什么弃票我想呢有一些分析就认为很多民众对这个选举失去信心他们觉得无论这个投谁，这个政治上并没有什么改变自己的诉求呢也没有得到满足
就是对这个政治啊、对这个民主啊、对这个投票啊。失去信心啊！法国呢是一个缩影吧。法国《费加罗报》公布的统计称，约80%的受访民众认为马克龙能够成功连任，但真正希望他获胜的人仅有20%。该报分析认为，俄乌局势占据了欧洲主流媒体的版面，马克龙选择不与乌克兰局势争夺版面是一种聪明的策略，因为近期的欧洲物价上涨等问题主要由俄乌冲突而起，因此作为执政党，不要引火烧身才是上策。还有观察指出，马克龙和普京的私交不错，因此这也让马克龙在目前欧洲反俄的声浪中难以高调发声。由于这个俄乌战事啊，马克龙呢，应该说他很大一部分精力呢，投入到外交斡旋，怎么样去解决这个战事。这个呢，客观上呢，也可能是马克龙呢没有太多的时间啊。另外一方面讲呢，也可能是马克龙的一个策略啊，他就是保持自己这样一个战时的总统的形象。观察认为，俄乌危机效应正在逐渐减弱，因此第2轮投票将对马克龙更为有利。不过，不管是谁上台，法国新一届政府都将面临许多新的挑战。从内部来看，社会经济改革仍需继续推进，但在俄乌冲突背景下，改革的优先顺序、节奏目标等可能都需要调整。短期内，法国会面临比较大的瓶颈，甚至可能会重新陷入衰退，这是新一届政府需要优先关注的。在对外政策上，如何坚持欧洲战略自主也是一个重要挑战。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及议会下院周日凌晨通过针对总理伊姆兰汗的不信任动议。伊姆兰汗成为巴基斯坦历史上首位遭国民议会罢免的总理。外界普遍认为，反对党穆斯林联盟领袖夏巴兹·谢里夫有望成为下任总理。夏巴兹主张与美保持良好关系，这与伊姆兰汗最近的与美敌对形成鲜明对比。经过大约13小时断续辩论，巴基斯坦国民议会于周日凌晨对不信任动议表决。总共342席的国民议会中，174名议员赞成动议，赞成人数为50.9%，涉险过半，动议获得通过。174 members have recorded their votes in favor of the resolution. Consequently, the resolution for vote of no confidence against Mr. Imran Khan, the Prime Minister of Islamic Republic of Pakistan, has been passed by a majority of the total membership of the National Assembly. 此次针对伊姆兰汗的不信任动议可谓是一波三折。反对党阵营指认伊姆兰汗领导经济工作不力，没有兑现消除腐败等竞选承诺，并于3月28日在国民议会提出不信任动议。当时伊姆兰汗领导的执政联盟中多个关键盟友倒戈，反对派因此获得通过不信任投票所需的票数。伊姆兰汗则宣称自己收到一封外国势力阴谋信，暗指美国和巴基斯坦反对派势力勾结，试图推翻他领导的政权，但美国方面对此予以否认。在4月3日首次针对不信任动议进行辩论表决中，执政阵营的国民议会副议长卡西姆·苏里否决了动议。总统阿里夫·阿尔维随后批准了伊姆兰汗的建议，宣布解散国民议会，提前举行大选。关键转折出现在7日，巴基斯坦最高法院裁定苏里的否决和阿尔维解散国民议会的决定无效，宣布恢复国民议会及内阁，要求议长最晚当地时间9日10时30分召集国民议会开会，就不信任动议表决。在9日的投票中，伊姆兰汗被罢免。观察指出，在不信任动议背后是伊姆兰汗执政4年留下的种种积弊与其失去军方的支持。值得一提的是，巴基斯坦总理每届任期5年，目前未有一人能完整结束5年任期。而除了伊姆兰汗之外，另有2位前总理也曾遭遇不信任动议，但动议在投票环节没有通过，2人最终未被罢免。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巴基斯坦新闻和广播部部长法瓦德·乔杜里在罢免投票之前曾表示，无论最高法院的裁决如何，巴基斯坦都将走向新的选举，因为这将是解决本国面临的所有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案。69岁的伊姆兰汗曾是巴基斯坦著名板球运动员。2018年7月，伊姆兰汗领导的正义运动党在国民议会选举中成为第1大党。同年8月，他就任总理，但伊姆兰汗上台后，巴基斯坦经济没有得到明显的发展，反而出现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率飙升的现象。
巴基斯坦陷入金融危机之中，民众对政府的不满逐渐加剧。其次，伊姆兰汗从政经验不足，内阁庞大且频繁更换，导致政府缺乏执行力。有分析认为，伊姆兰汗本人则过于自负，且反腐打击反对党，某种程度上导致反对党抱团取暖，联合起来反对他。此外，伊姆兰汗前期与军方关系融洽，但后来双方关系出现裂痕，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他变得势单力薄。以前呢是巴基斯坦的军方由于力挺伊姆兰汗，所以呢就是在议会呢并不是很活跃，而且呢陆军总部呢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反对党的某些活动。但是自从去年10月，陆军总部和总理伊姆兰汗在涉及到三军情报局局长的任命问题上发生了几乎是公开的冲突以后，陆军总部就基本上停止了对伊姆兰汗的支持。这样呢，反对党认为机会来了。巴基斯坦国民议会预定11日选举新总理，反对党阵营打算推举穆斯林联盟领导人夏巴兹·谢里夫为唯一的总理候选人。他是前总理纳瓦兹·谢里夫的弟弟，领导了对伊姆兰汗的不信任动议。外界预测其有望成为下任总理。夏巴兹在2018年选举中输给了伊姆兰汗。半岛电视台形容夏巴兹一向以其干练果断的行事风格闻名，被认为是一个工作狂。路透社则报道称，这样的风格在其担任旁遮普邦首席部长，与中国在中巴经济走廊项目上开展合作时就展现出来。夏巴兹在采访中对“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巴经济走廊均予以高度评价，盛赞中巴友谊。在对美问题上，夏巴兹上周表示，与美保持良好关系对巴至关重要，这与伊姆兰汗最近的敌对关系形成鲜明对比。此外，夏巴兹与军方保持良好关系。巴基斯坦黎明报报道称，夏巴兹10日表示，新政权不会沉迷于报复政治，不会无缘无故把人送入监狱。如果夏巴兹当选，他将任职至2023年10月，届时将进行新的选举。沙巴兹·谢里夫呢，在反对党联盟当中，他在国民议会的这个席位最多是80多席，84席。当然呢，就是沙巴兹·谢里夫呢也是众望所归。沙巴兹·谢里夫有一套经济管理、城市治理的方法和方略。他呢曾经派团到中国来，专门学习中国的城市管理，中国的经济改革经验，也去过深圳。就沙巴兹·谢里夫本身呢，他对中国的情感是很深的。对于巴基斯坦政权近期出现的变化，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上周回应，中方一向奉行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历史一再证明，无论国际风云和各自国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关系始终牢不可破，坚如磐石。我们相信，中巴合作大局和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会受到巴基斯坦政局的影响。作为铁杆朋友，我们衷心希望巴基斯坦各党派保持团结，共同维护国家发展稳定的大局。